马兰的一句话让詹姆斯·怀特整个人愣在当场。他下意识地问道：马女士，晚几天是什么意思啊？马兰没好气地说道：晚几天就是字面意思，就是让他们晚几天，别这么着急。詹姆斯·怀特整个人顿时尴尬无比，他实在想不明白马兰为什么会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。疑惑的他忍不住问道：马女士，我有点糊涂了，您不是要让我尽快把您从这里弄出去吗？怎么现在又不想出去了？马兰一脸认真地说道：不瞒你说，我已经爱上这里了，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，我也在这里交了不少的朋友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估计很多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了。毕竟我又不是美国人，过段时间就要回华夏了。其实马兰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有的只是一些来自世界各地、五湖四海的奉承者。这些人每天对马兰毕恭毕敬，极尽谄媚，甚至让他有了一种女皇一般的感受。寻常人想体会这种感觉实在是不容易的，毕竟自由世界一直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很难找到唯我独尊的感觉。但是在监狱这种小环境里，实现起来就相对的容易很多。所以马兰也很清楚，如果自己离开了贝德福德山惩教所，那这种唯我独尊的体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詹姆斯·怀特这时候也有些搞不明白了，他实在想不通马兰为什么会爱上这个鬼地方。于是他尴尬地说道：马女士，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取决于你我了，在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纽约警方的办事效率，如果他们效率足够高的话，你很快便会得到释放。当然，如果他们的效率足够慢，或许您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多待几天。马兰忽然想到什么，连忙对詹姆斯·怀特说道：对了，你不是我女婿的客户请来的吗？那你能不能托我女婿那位客户帮我跟警方疏通疏通，让他们暂时不要放我出去，再等个10天左右吧，再等10天把我放出去就行了。因为宗秋华眼下已经到案，所以马兰也就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之前他在这里虽然过得非常舒心，但是他多多少少也有些担心，万一自己出不去了该怎么办。监狱生活虽然很爽，当被德福德山鬼见愁也固然很过瘾，但那都是建立在以体验生活为主的基础上。万一真出不去了，以至于这种日子常态化，那他是10000个受不了。不过现在可以彻底放心了，宗秋华已经到案，自己的冤屈也得到洗刷，所以想什么时候走就能什么时候走。既然如此，那他更希望能够放心大胆地多留几天。詹姆斯·怀特此时倒是有些为难，不过他有一个宗旨，说什么都不能让客户失望，于是便立刻答应下来，说道：马女士您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帮您转达。马兰稍稍地松了口气，嘱咐道：那你可一定不要忘了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詹姆斯·怀特离开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立刻掏出手机，给费家老爷子费建中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里，他将马兰的奇怪表现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费建中，费建中又赶紧把马兰的诉求一字不差地转达给了叶晨。当叶晨在电话里听费老爷子说马兰暂时不想离开监狱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感觉哭笑不得。他是真没想到丈母娘蹲个监狱竟然还能蹲上了瘾。看来马兰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日子过得确实不错。这时电话那头的费建中恭敬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其实让您岳母继续留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，我可以打电话跟司法部门的朋友说一声，打个招呼。叶晨此时却不加思索地说道：算了，不要再麻烦了，
明天就安排他出狱吧。其实叶晨也不想这么早就让马兰出来，毕竟他也不太希望每天见到马兰那副嘴脸。不过他也要考虑老婆萧初然的感受，自己离开普罗维登斯也有些日子了，这段时间老婆一个人上学生活，还要担心监狱里的马兰，日子过得也有些煎熬。虽说自己有100%的把握随时能把马兰救出来，但是在萧初然看来，即便是自己说的再有把握，他也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毕竟从他的视角来看，妈妈这次被人陷害，捅出了大篓子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，所以在妈妈还没有出狱之前，他无法让自己彻底放心。叶晨也不想让萧初然继续担心，所以便打算明天就让马兰出来，然后就把他带去普罗维登斯，让萧初然早日安心。此时此刻，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，马兰自打见过詹姆斯·怀特之后，心情就变得忐忑不已。回到餐厅的时候，他连狱警精心给他准备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都没了胃口。一帮人见他魂不守舍，连忙追问：“兰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”马兰颓然地摇了摇头，开口道：“没什么事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”马兰可不想跟他们说自己可能马上就要走了，那样的话，估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弹冠相庆，甚至其他监视的犯人也会在私底下庆祝贝德福德山鬼见愁的离开。所以马兰决定一句话也不说，让自己留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每一秒，都还是那个人见人怕的贝德福德山鬼见愁。不过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在监狱多待几天，他在放风的时候用操场的公共电话给叶晨打了过去。叶晨接通之后，马兰便急忙在电话那头说道：“好女婿，是妈啊。”叶晨客气地说道：“妈，您这2天还好吗？”马兰连声说道：“好，好得很。妈电话给你就是想告诉你，不用担心妈，妈在里面好着呢。”叶晨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就好。对了妈，我听说那个骗您的嫌疑人已经被抓到了，相信您很快就能出来了。”马兰忙道：“好女婿，妈你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帮妈跟你那个客户说一声，让他帮忙找找关系，别这么早就让妈出去，妈现在还不想走。”叶晨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不容易有机会恢复自由了，你怎么还不想出来了？”马兰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那个，妈在里面交了一些朋友，说心里话和这些人都还挺投机的，想再跟他们一块儿多待几天。”叶晨，我不管，你可一定要帮妈想想办法。叶晨含糊地敷衍道：“行吧，那我试试看，可不确保一定能行。”马兰提醒道：“一定得行啊！你要是不能帮妈这个忙，那妈出去之后就立刻给狱警一个大嘴巴子，看看能不能再被关进来。”叶晨无奈一笑：“行，我帮您想想办法，一定让您满意。”这还差不多。得到叶晨的承诺，马兰这才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。不过叶晨可没有任何想帮马兰如愿的念头，他直接给万破军发了一条语音信息，内容是：“破军，你安排在贝德福德山惩教所的人可以全部撤出来了，想办法让他们明天中午放风的时候完成撤离。”万破军立刻回复一条信息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属下这就安排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